呼吸。真让人感动啊，曹彦兵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有人冒出来保护你。既然冒出来了，就要做好魂飞魄散的准备。夺命12刀，那要领教领教了。无心，和你这种上一代的守护元神打，确实有点意思啊。不过，你还是被我踩在脚下。无相火皇。无心，和你这样的出火的才有意思。阎王炮！飞赵掌！魔气，难道封印破了？完了，
我搞错了，完了，我让始祖封印的魔气出来了。始祖不会原谅我了。魔性，他只是画出了模型。不要，不！自由的感觉真好。完了！我回来了。我怎么会让魔气出来的？始祖不会原谅我的。小家伙，好久不见。始祖，你在哪儿啊？快来救我！始祖，我珠子没有了，我珠子还你，我叫你回去吧。我错了，我知错了。小家伙乖，去见你的师祖吧。发现越狱者，立刻拿下！遵命。曹彦兵，他竟然出来了！难道真与童子？哎，吴昕，你可记得咱们曾经收缴过一种药，叫回天，可以瞬间激发使用者的最大潜能，大幅度增强力量。不过代价是消耗掉他剩下的全部生命力。也不知道后来被我放去哪儿了。原来在你那儿，把它给我。哎。 唐无心，你就把它给我嘛，我又不会随意使用，除非到了那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比如说曹明那臭小子面临生命危险，但我又无计可施的时候，万一真的有需要我喝下毒药的那一天，我也是不会犹豫的。
给我拿下！是。无心，无心，醒醒，醒醒，无心。无心，明明应该是我把你带出来的，到头来还是让你来救我，都怪我。没事的，我这就带你回罗刹界疗伤。走，你放心，就算元神力尽时，也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。我不会让你在这里身体消散。我现在就带你回去啊！我母亲她在哪儿？她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芦花鼓楼是哪儿？无心，无心，无心。好的意思。你学会了这个，就可以跟吴昕打招呼。等你再多学一点呢，就可以跟他交流了。为什么唐无心不能说话呀？没什么特别的，守护元神一旦炼化，自有其态，不受我们左右。虽然我们吴昕看起来有些生人勿近，
但他是个好人。你妈我从小到大都是被他保护着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他甚至比亲人还要可靠。比亲人还要可靠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因为守护元神和主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纯洁高尚的，除非主人死亡，或者有什么极特殊的原因，否则守护元神一定会守护在侧，绝不离开。臭小子，老妈可不能保护你一辈子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我希望无心可以保护你。你放心，我答应你。夏凉。这是一个工作笔记。寒仙街。爸爸不仅是继承人，还是一名镇魂将。寒仙街就是他管辖的镇魂街。好特别的奖牌呀！能送给我吗？不行。那你拿出来干嘛？这个链子呢，不能随便给别人。但是爸爸可以变个其他的东西给你，保证你喜欢。行吧。玲玲，好神奇呀！这也太漂亮了吧！爸爸，你是棵变魔术吗？爸爸变的是魔法，因为爸爸来自魔法的世界。魔法的世界，难道就是镇魂街？报告监军，所有逃狱的犯人都已抓回，除了什么？除了0号牢房里那4个前去印店高手，其他犯人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那4个。居然在我手上出了这样的事，当初真应该多留些人手下来，如今也不至于左支右绌。
顾此失彼。罢了。曹彦兵识相，抓不回那4个，我才是吃不了兜着走。传我命令，扩大搜索范围，所有人都随我去找。至于曹彦兵，重新发通缉令，待大家都回来再说。是。首领，何事值得如此行色匆匆？是曹彦兵，他从前期黑茶逃了。消息确实吗？群英殿已经发了通缉令，他确实逃了。他不仅逃了，他还杀了镇狱童子，重创了群英殿的守军。曹彦兵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能过得了这一关，证明他配得上我的接话。从此以后，他这颗棋子便尽在首领的鼓掌之中了。小子，谁？我是谁？这个问题不错。不如先说说看，你是谁？我的身份，凭什么要告诉我？看来你不仅是武神区，还有暴脾气。很好，甚合我意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知道我是武神区？我当然知道。要不是你是武神区，又怎么会容我化形而出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你有本事就出来，咱们俩好好的打一场，然后放老子出去。老子还要去找芦花鼓楼呢。哦，你要去芦花鼓楼？怎么？你知道芦花鼓楼在哪儿？好，非常好，好极了。吵死了！发什么神经？闭嘴！快醒醒，曹彦兵！曹彦兵！夏玲，曹彦兵是吧？这个名字我记住了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九幽助罪魂，是罪行违犯，定会清莲花，上审绳1万。九幽助罪魂，是罪行违犯，定会清莲花。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夏玲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我在家里，然后就收到了你的言明信，赶到的时候就看到你倒在巷子里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只记得有人好像一直在跟我说话。曹将军，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你浑身都冒着浓厚的黑气，体内元神力乱窜，冲撞肺腑，这些很像是元神遭到魔气侵蚀扰乱的症状。所以，刚才我用主人有定心除魔之力的七曜安魂铃来一试，从目前状况看，魔性被安魂铃成功压制。不过，也证明你的内伤
是被魔性反噬所致。曹将军，你近期可曾接触过什么魔物吗？魔气。 我能想起来，我是在千机黑茶里被真玉童子打了一掌，然后我醒来，是无心救我出来的。 李轩辕，你先回来吧。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是队友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 我要回镇魂街去找芦花鼓楼。芦花鼓楼，你看是不是这儿？芦花鼓楼，真有这地方？这是谁的笔记本？我的情况有点复杂。 我得整理一下，告诉你。我这3天过得也挺复杂的。千机黑叉，草木，镇玉童子，寒心阶，唐无心。你爸爸是镇魂将。谁能想到？ 一个上班族，还有一个外卖员，能在这3天经历这些事情，啊，咱们真是苦命鸳鸯。混蛋兄弟，你爸爸是镇魂将，我妈妈也是镇魂将，他们的遭遇都跟芦花鼓楼有关系，这肯定不是巧合。对了，你爸的遗物里面有降匣吗？什么是降匣？降匣。 就是镇魂将用来储存信息的一个匣子，要用独有的将军链才能打开。我想，你爸爸应该把芦花鼓楼的关键信息都留在了里面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将军链呢？我刚才忘了告诉你，我爸的墓被盗的时候什么都没丢，就丢了一条项链。 现在想起来，那肯定就是将军链了。没有将军链就打不开降匣，可是将军链丢的不明不白的，我们要去哪儿找啊？那倒不一定。将军链是镇魂将身份跟资格的象征，向来异界冶炼，能盗走你爸爸将军链的人，一定跟寒心界有关系。去寒心街找，保准没问题。 夏玲，你信任我吗？当然了。那你把这降匣给我，我去寒心街找将军链。不行，因为我也要一起去。夏玲，
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能盗走你爸爸将军链的人，在寒仙界的地位一定非同小可。要夺回将军链，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的。曹彦斌，将匣是我爸爸的将匣，将军链也是我爸爸的将军链，而寒仙街更是我爸爸生前拼死守护的地方。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自己去做。再说了，我们不是伙伴吗？如果换做我去冒险的话，你会安安心心在人界等我回来吗？我当然不会，但是没有什么但是。我知道，你觉得我现在在人界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活、新的工作，不应该再卷入镇魂界的纷争里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根本不是我真真正正想要的生活。从我知道我是一名祭神人开始，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不该仅仅如此，它一定被注入了一种使命。而现在，我也知道我的父亲是一名镇魂将，还有一切谜团等着我去解开。我一定要去，我们一起像以前一样。像以前一样。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知道寒仙街的结界入口在哪儿。这个倒是不难。之前你跟我说过，你爸爸在县城的一个酒吧工作。像我们这种在人间有工作的镇魂将，结界的入口一般都会在工作地点附近。那我们就去那附近找找，准没错。明天一早出发。好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早点睡。早点睡，晚安。这一间旅馆只有这间最后一个房间了，我们将就一晚上没事吧？不会尴尬吧？不尴尬，我们是伙伴，不会尴尬。晚安。晚安。那个，幸好是标间啊，2张床，1人1张刚好。就算是一张床也没关系。啊？一张床可能不太好吧？哎呀，你就别挑了。我之前跟同学去旅行，我们5个一间房呢。谢谢你，夏莲。我买好了。哎，你的呢？我也买好了。啊？在哪儿呢？我买了2条内裤、3双袜子，都揣兜里了。怎么？你要看？哎，不用，你出趟远门就带这点东西啊？那不然还带什么？你买了什么？哼，我看了我爸的笔记上写，寒仙街它地处高原，四面冰山环绕，所以肯定是紫外线很强。所以我就买了防晒喷雾、防晒霜、维 C A 醇啊、洗面奶，还有补水面膜、芦荟胶。等，你买的都是雪花膏？花多少钱？2000，平时要4000块钱，今天打折啊！2000？这么贵？你防晒你买个帽子戴，你补水多喝点水不就完了？有必要买那么多吗？去，你以为我这么美，平时不用保养的呀？我以为你单纯长得好看呢。长得漂亮也很重要。哎，看你不开心的份上，决定给你个惊喜。走。
微型双缸水冷发动机，300cc，30.6匹马力，珠光黑金属漆。你买的？你工作这么挣钱啊？还招人吗？你们公司？我租的。租的应该也不便宜吧？可是开心呀！像你这种财迷，总是省那1毛2毛的。你还记得第一次我撞你的时候，你收了我多少钱吗73块5毛。你看吧，你连5毛钱都记得。可是有时候花钱比省钱开心多了。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婚纱摄影，你确定这是你爸当年住的地方？肯定没错，估计是后来租出去了，改做这个。那看来韩信街的结界入口应该就在这里面。但是人家还在营业呢，我们怎么进去呢？那有什么？我们进去拍组照就行了。拍照？这可是婚纱照，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又不是来真的，我们总不能跟人家说要找结界入口吧？也是啊。那还扭捏什么？走走走走走。两位真是天生一对，郎才女貌。咱们店呢，拥有全县城最全的服饰风格，主打的是 ins 风、国潮风、童话风，还有古典宫廷风。不知道你们2位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啊？你们大胆说，我们店都能满足。而且咱们新娘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又这么好，完全可以多选2套尝试尝试，对不对？那也行啊。哎，你帮我拿那2件，给她试一下。好，马上。哦，要那个灰色格子的啊，然后还有那个棕色条纹的。行，然后再……哎呀，太有眼光了，这2套特别好。你们？我们俩喜欢2次元 cos 风，所以自己带了衣服。对，2次元最棒了。啊，换这么快？带路吧，拍照。啊，好。不知道2位 cos 的是哪部动漫啊？镇魂街。哦。2位，要不咱们继续？来，来，好嘞，继续啊！来，2位预备，3、2、1，3、2、1，3、2、1。2位啊，现在拍的是婚纱照，咱们能不能再稍微亲密一点？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哦。行，来吧。OK， 好，好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哎，不错，好，这个新郎要不要试试抱抱新娘啊？哎，好，准备3、2、1，哎，新娘也可以试试抱抱新郎哦。哎，对，很棒啊！好，预备，3、2、1 ，perfect！ 哇，相当完美！哇，刚刚这组照片可以说是我拍过的最棒的一组，等了一辈子，就等这一套。哇，这下真的，我太完美了，太棒了！
啊，果然就是这儿了。这里是。啊，看来我们运气不错，酒馆最适合用来打探消息了。哎，虽然我的人界没剩几个钱，但是这灵币我倒剩了不少。走。走。看什么呢？你不看？越是这种热闹的饭店酒馆，越能看出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。老人家，您没事吧？你看那儿。进来。小二，吩咐后厨煮碗面。好嘞。不，我就是歇歇脚，怎么能白吃你的东西呢？老人家，我们这些寒仙街苦熬的邻人呐，谁还没点不方便的时候，都帮衬一些没事的啊。谢谢。你看这老板人多好，这儿民风淳朴。吃吧。哎，客官，您还没付账呢。哎，客官，您不能走啊，你要先付账啊。要钱？要钱？跟我要钱啊？睁开眼看看爷这身衣服，够付账吗？等，大胆你！别过来！等！哎呀！走！等等，还没给钱呢。给钱啊！掏钱！你等着！好。多谢二位仗义出手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了。感谢就不必了，老人家，我们想跟您打听一件事。您认识一个叫夏启峰的人吗？夏启峰？夏启峰，你们打听他干什么？您是不是认识他呀？我叫夏玲，我是他的女儿。女儿？你出去！滚出去！你是那个懦夫的女儿？这里不欢迎你，滚出海鲜街！滚！你们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只是打听一下我爸爸，他是你们仇人啊！总之，夏启峰的女儿必须滚出寒仙街。对，现在就滚出去！对，滚，赶紧滚！好了，还是让我来说吧。啊，来，坐。坐。姑娘，既然你能找到这里，那你一定知道你的父亲曾经做过这寒仙街的镇魂将吧？那这件事就好解释了。我们大家之所以会一听到夏启峰这个名字就会如此的愤怒，那是因为他身为寒仙街的镇魂将，却弃街而逃，任凭恶灵来寒仙街肆虐。不可能，他弃街逃跑，你们肯定弄错了。当初我们也不相信，整条寒仙街的邻人，在没有镇魂将的庇佑下，苦熬了几个月。我们大家都盼着你的父亲能回来，等啊，一日复一日，逐渐变得混沌、麻木。很多邻人被恶灵吞噬，还有很多没能熬过去，在痛苦和绝望的折磨中，转变成了恶灵。其中，就包括我的妻子。对不起，这些情况我不了解，但是这会不会是有误会？没有什么好误会的，你的父亲就是抛弃了我们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
姑娘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是你父亲对我们做的事，我们是不会忘记的。你们还是走吧。滚吧，走吧。走吧，滚吧。还不快走？走吧，快走！走啊，走啊！走吧。以后都别再回来了。别再出现了。走吧。来，大碗炒啊！行，糖葫芦嘞！哎，往旁边挪点，挪点。来来。来，姑娘，看看。好嘞。将军，姓洪是错的，出了何事啊？将军，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？那我就直说了。嗯。你父亲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个好父亲，但他不一定是个好的镇魂将。镇魂将从接管镇魂界的那一刻起，街上的邻人老小，便都是我们的责任。遇到困难，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我们。所以，镇魂将无论如何都不该抛弃自己的街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你根本不了解我爸。我相信我爸不是那样的人。但是他气节就是不对。好，你是高贵的将门之子，我是懦夫之女，对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夏玲。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真的生气了，我要冷静一下。夏玲，哎，别跟着我。请问是夏玲小姐吗？你是？不知夏小姐前来是否有失远迎？在下沈元清，是这条寒仙街的代理镇魂将，也是夏启峰夏将军当年的部下。我爸当年的部下，真的假的？雪莲花，夏将军说的果然不错，小姐果真是喜欢这雪莲花。我爸爸，小姐或许听说过一些夏将军不好的传闻，但还请小姐千万不要相信那些邻人的胡言乱语。夏将军在沈某心中是最好的镇魂将。谢谢你。算了，矫情什么呀？我先去道歉吧。他一个人在这儿又不受待见，总不能丢他一个人在这儿吧？刚才说话我也确实说的重了些。这雪莲花是寒仙街特有，
将军送过小姐吧？嗯，可是好多年都没见过了。哎，你谁呀？不是说了让我冷静一会儿吗？来找我干嘛？那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刚才我问你的话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谁呀？这位是沈将军，这里的代理镇魂将。他刚才可告诉我了，我爸是一个很好的镇魂将，根本不是那些邻人口中所说的懦夫。你跟我道歉。你是代理镇魂将。在下沈元清，敢问你是哪位？我跟他是一起的。现在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夏小姐。你们二人随我回府吧。你们难得来一次寒暄街，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一下才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太添麻烦了，不用。怎么会麻烦？在下住的正是雪凌轩，那里可是夏将军曾经的住所。小姐去了那里，就跟回了家里一样。雪凌轩，不要去。二位请随我来。你还没跟我道歉呢。好，那就对不起喽。对不起，不能加喽喽。那就对不起，没有喽喽。那差不多喽。沈某敬二位一杯，欢迎夏小姐回家，欢迎曹兄弟来寒暄街做客。也谢谢沈将军热情款待。夏小姐的酒量和夏将军一样的好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女啊！谢谢。听闻沈将军曾经是夏将军的部下，那夏将军那么久没有回来，沈将军心里到底是担心更多，还是怨愤更多，还是高兴更多呢？曹元冰，别闹了。曹兄弟会这么想，是因为不知道我与夏将军当年的感情。夏将军当年的一言一行，沈某都看在眼里，心中唯有敬佩。当年我孤身一人流落到寒暄街，因为不会使用元神力，差一点被恶灵吞噬。是将军出现救下了我，还将我带回了住处，替我疗伤。醒了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将军得知我无家可归后，便提议让我留下来帮他。从此我变成了夏将军的部下，练好身手，为寒暄街斩杀恶灵。妈，妈，妈妈。妈，妈，你别走！妈妈，妈妈，妈，别难过了，你妈妈也算是解脱了。不，都是你们的错。都怪你们！你说什么？都怪你们！你们既然要来救我，为什么不能早点来？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不能？你先别激动，你若如此心生怨念，再这样下去会种后面恶灵的。他已经变成恶灵了，得赶快杀掉才是。你看他的眼睛，应该还有救，我用夏家的暗门招试试。
你这是何苦啊？只要没有彻底恶化，他就归我们保护。茫茫风斗中，重重金刚山，灵宝无量光，东照延迟幡，九幽主随魂，身随祥云幡，定会青莲花，上上神永安。他已经没救了，你放弃吧。茫茫风斗中，重重金刚山，灵宝无量光，东照延迟幡，九幽主随魂，身随祥云幡，定会青莲花，上上神永安。将军，将军，这都是今年第5次了。哼，小伤而已。咱们身为继承人，受点伤在所难免嘛。我说的不是受伤，是你这次又被恶灵的事情绊住，不能回去看女儿。啊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。自己明明很想女儿，却总被灵人的事情绊住。这么做值得吗？镇魂将有镇魂将的责任，守护寒仙界的灵人就是我的职责。怎么能说绊住呢？是我食言了，将军莫怪。其实你说的也对，我很想念玲玲，可寒仙界的灵人也是我的亲人和朋友。我自小就是在寒仙界长大的。如果因为我的一时疏忽，让灵人被恶灵吃掉，或者转化为恶灵的话，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。只能说，我不是一个好父亲。哼，对不起女儿啊。将军，您别这么说。哎，不说这个了。如果真的有一天，我能找到一个比我更可靠的人托付寒仙界的话，我就回人界去，天天陪着女儿，再也不和灵人恶灵打交道了。夏将军把本该留给小姐的时间，全都留给了寒仙界。所以我说那些灵人是最没有资格说3道4的。在沈某心中，夏将军是最好的镇魂将，此话也是发自肺腑。沈将军，谢谢你跟我说这些，要不是你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我爸爸有这样一面。如果您不跟我见外的话，就叫我夏玲吧。好，夏玲，若是不嫌弃的话，你可以称我一声沈大哥。嗯，沈大哥。哈，这都还没聊多久呢，哥哥的叫什么？沈将军，我这听来听去，也没有听到你把夏将军弃劫而逃的事情解释清楚。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？灵人们又是不是在造谣呢？我只能说，夏将军当初离开寒仙界，一定是有他的苦衷。我在寒仙街代为镇守10年，是因为我相信，夏将军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哼，沈将军还真是好演技啊！曹兄弟何出此言？你难道不知道夏将军已经离世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少跟我装！你要是真不知道夏将军已经离世，你刚才看到夏玲就应该直接去问夏将军的下落，而不是像缅怀先人一样聊到现在。说吧，夏将军的死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将军链是不是你偷走的？夏将军，他死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跟我说？曹元兵，事情还没了解清楚，你先别乱说。沈大哥，我爸爸已经在10年前去世了，但是最近他的墓被盗了，里面的将军链也丢了。我之所以来到这儿，就是要找到将军链，把事情调查清楚。将军，他居然……
怪不得他10年都不回来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毕竟我爸爸去世，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夏灵，你放心，夏将军的事儿就是我沈元庆的事儿。你先安心在这儿住下，将军链的事情，我一定替你追查清楚。谢谢沈大哥，需要我们尽管开口。曹兄弟，看来曹兄弟对沈某还是有些误会啊。沈大哥，我们还是聊聊我爸爸，他有什么趣事吗？好。雪莲花，这是夏将军当年种下的，现在正好开了一树，像知道夏灵你要来一样。当年夏将军就住在这间房里，他每天都会悉心照料这棵雪灵树，他才有今天的枝繁叶茂。将军常说，夏灵、雪灵都带一个灵字。他虽然不能经常回人家看女儿，但只要推开窗看见这花，就仿佛看见自己女儿一般。原来，当年不只是我在想爸爸，爸爸也在想我。将军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房间收拾好了。来，这孩子叫阿正，你若有任何事情，随时找他就好了。夏小姐好。谢谢沈大哥。那我也不打扰你了，你是舟车劳顿的，早些休息吧。嗯。时间太繁荣，就算星河如你心中种上的伤，我一直在这儿等着。原来梦没有尽头，你永远在那儿等我。这雪灵花出了名的花期短，难养活。你父亲离开韩新杰之后，他沈元庆能有这个闲心伺候这么娇气的花，还一伺候就是10年，种这么大一棵，开得这么茂盛。你用脚想都能想明白，他是临时从别处移植过来，用来骗你这个傻子的。你说谁傻呢？我看人家沈大哥挺好的，热情招待我们不说，还答应帮我们调查将军链的事儿。我看是你有点多疑吧？我要是不多疑，早就死了10回8回了。还帮我们调查，说的好听，其实就是拖延时间的手段罢了。我看他就是心里有鬼。有你个大头鬼！这花就算是移植的又怎么样？说明人家沈大哥惦记着我爸，真心想让我开心。他要是真对你好，那为什么把我安排在那么远的客房里，让你一个人住在这院子里？我看他就是心存不轨，然后故意把我支开，好对你下手。这是你父亲的卧室是吧？我要进去检查。不行，这以前是我爸的房间，现在是我的房间，不许你乱来。我要休息了。我晚安。还晚安是吧？不识好人心。切！真是的，都跟他说了多少次了，还是那么容易被骗。切，就得让他吃点苦，才能长记性。
记住，你又欠我一次。将军为何如此恼怒？难道是没能得手？明明都已经被拒之门外了，却还守在门口不肯走。我们是小瞧这个曹彦兵了。将军，需要我现在去把他引开吗？今天晚上不宜再动手了，我们须得另想办法。阿征，灵台修建的如何了？十分顺利，再过几天就能竣工了。那就是说，可以用了。嗯。天意如此啊！夏灵，你的好运到今天为止了。曹彦兵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醒醒，醒醒！你不会是觉得沈大哥要害我，所以就在这儿守着要保护我吧？你这个人脾气是不好，蛮横又不讲理，但还挺可爱的。下。阿正，哎，夏小姐，你出来的正好，将军请您过去一趟，说是您要调查的事有进展了。这么快就有进展了？啊，请走。沈大哥，夏灵，阿正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是不是将军链的事情有眉目了？将军链的事情倒是没什么消息，不过我倒是查到了一些关于夏将军当年突然消失的线索。当年发生什么了？还要劳烦你同我出城一趟，我们去见一个知情人。好，我去叫曹彦斌。等一下，
我觉得夏将军的事情还是不要叫曹兄弟为好吧。是这样的，曹彦斌之所以跟我来这儿，是因为他要去一个叫芦花鼓楼的地方，而我爸爸的将匣里有关于那里的线索，我们要一起找到将军链，然后把它打开。是这样啊。但是我看曹兄弟好像对夏将军颇有微词，此时又涉及到夏将军的一些隐私啊。如若曹兄弟知道太多，我怕会徒增争端呐。他确实脾气有点暴，我也不想再跟他吵架了。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这个笨蛋，知道给我盖毯子，不知道把我叫醒，气死我算了。站住！啊，夏琳在哪儿？我不清楚。少来！我已经把雪灵轩翻了个遍，夏琳跟沈元清都不在。说，他们俩到底去了哪儿？将军似乎是带着夏小姐出城了。出城？具体在哪儿？将军刚刚来取马的时候，好像说是西边，其他的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沈元清手下的话不能全信，万一他骗我，害我跑错方向。再回头可就来不及了。可不往西去，又该往哪儿去呢？没线索呀。哎，站住！要拿的更多。快点！不然我抽你们啊！啥磨磨唧唧的？快点，快点！就你这磨磨蹭蹭，就你磨磨蹭蹭的啊！磨蹭什么呢你？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哎，走开！干你干嘛？起来！起来！我让你起来！起来！来，是，起来！我让你起来！哎！怎么回事啊？把这当自己家了？不想活吃说。官爷，不好意思，睡过了。睡过了？我看你小子就是存心偷懒。没有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谁要是可耽误了将军大人的灵台修建，就全都别想好过。干活，干活！我不敢了，官爷。行，看你积极认错的份上，这次先领30鞭，下不为例。30鞭？看什么看啊！你小子难不成还指望着别人能来救你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这些邻人在寒仙街注定就是为将军大人当牛做马的命。哼！长官，我再也不敢了，30鞭我会一命呜呼的。是啊，官爷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求你们行好。不仗义的是吧？行，成全你们。
各领30鞭。刚才你们说的灵台是什么东西啊？自从夏将军消失，沈元清掌管寒仙界以来，他一直强征劳役，开采能增强元神力的灵石，建造灵台。不少灵人因此变成了恶灵，他也在所不惜呀。沈大哥，你说的知情人在哪儿啊？还没到吗？快了，就在前面。 要是我们不走，他就抓我们、打我们，让我们做他的奴役。我一早就看出那个沈元清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我是想提醒夏将军的女儿，所以我一大早就去了雪灵轩门口守着。谁知道他跟沈元清是一起出来的，他们两个一出门就往灵台的方向去了。灵台在哪儿？你说的知情人就在这儿吗？怎么没有看见他？ 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怎么感觉这么不舒服？不舒服，那就对了。啊！此处叫做灵台，它可以让祭神人的元神力比别处多发挥出来半成。比如我，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人界的半吊子来说，元神力忽然增幅只会让其陷入混乱，从而召唤不出守护元神。比如你。 不相信的话，可以试试。李轩，小爱，这就走了吗？将军链，不要了。将军链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原来是你。没错。 夏启峰的坟正是我派人去盗的，目的就是拿到这将军链。所以你根本没有线索，你一直在骗我。你居然现在才发现，真是难为那个姓曹的了。一再的提醒你，是你自己蠢，蠢不可及。夏灵，你说你好好生活在人界不好啊？ 为何非要来寒仙界与我争？你以为拿到这将军链就能掌控寒仙界？你做梦！我根本没有想过夺回寒仙界，我只是要找到我爸爸的遗物。够了！夏灵啊，夏灵，你真不愧是夏启峰的女儿，骨子里跟他流着同样的血，同样的虚伪。你也不用再跟我演戏了。从今天起。 这寒仙界只会也只能有一个镇魂将，那就是我，沈元清。伏虎，送本朝。我早上睡过头了，不过看起来好像来的正是时候。姓沈的这条杂鱼，就让我来活动活动筋骨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。你还能打？我虽然召唤不出李轩辕，但盗我爸爸墓的人，我要亲手教训。 好，那就一起，像从前一样。
像从前一样。借来的气，热烈的记忆，无论说你心中自有真理，我从不轻信。你太慌张，我已很长，自觉避让，期待我收拾着战光，年少要轻狂。物归原主。我输了，韩仙杰是你的了。不，你说错了。韩仙街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也可以说，韩仙街属于生活在这条街的每一个人。随你怎么说吧。成王败寇，无所谓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了一条将军链，不惜挖开爸爸的墓，你之前跟我说的跟爸爸的情谊全都是假的吗？情谊，我都不知道夏启峰他到底对我有没有过这东西。不如我给你们讲个故事。你们来告诉我答案。自从留在寒仙街，便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，跟随夏启峰守护寒仙街多年，直到有一天，将军，慢些。将军，你先扶我坐下。好，慢点儿。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远亲呢？你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想退休回人界陪女儿的事情吗？将军，您要是离开了，寒仙街的邻人们怎么办呢？我刚刚想啊，我一直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来托付寒仙街。我想，我快找到了。将军，您的意思是？我们回去说。好，慢点儿。小双。你听我说，你爹他，将军，是你杀了我爹，我杀了你！不要！将军，走吧。我从教你的第一天起，就反复的和你强调继承人的法则。你还记得吗？只可杀恶灵，不可。只可杀恶灵，不可伤灵人。今天那个女灵人明明不是一个恶灵，
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可是他伤了您，元清。我和你说过，我们继承人天生就比灵人拥有更强大的力量，而为了限制这份力量，我们就必须给他加上一份界限，以保证他是用来守护而非作恶。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已经逾越了这条线了。将军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下一次。寒仙界不可能相信一个杀害灵人的继承人。你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，就只有恐惧。将军，将军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将军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伤害灵人了。你千万不要赶我走。元清，你现在实力不弱，从寒仙界离开以后，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了。你走吧。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了吗？就算我求你，这些年我从未求过你任何事情，就这一次啊！不行吗？路上小心。从那以后，我恢复了在镇魂界四处流浪的生活，一晃就是3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听说夏启峰失踪了，寒仙界恶灵四起。英雄救我！有恶灵在追我，他们马上就追来了。你们夏将军呢？夏将军，他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你是从前夏将军身边的？我已经离开寒仙街很久了，这里的事情不归我管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救救寒仙界！你好歹在寒仙界待过几年，总不忍心看他被恶灵占领吧？想要我出手也可以，除非我是这里的镇魂将。可夏将军，他才是。夏启峰早就回到人界逍遥快活去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刚在人界回来，亲眼见到他正陪女儿共寒假呢。况且他之前也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过，想退休回到人界去。看来他这一次终于醒悟了，决定抛下你们这些累赘了。夏将军是真的抛弃我们了呀！救命！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选我，要么被他们吃掉。将军。
君救命啊！将军！夏启风抛弃韩仙姬，回人界逍遥快活去了。这条街的事儿，原本我是不想管的，是你们一再央求我，所以我才勉为其难地留了下来。清理恶灵消耗了我大量的元神力，所以你们必须付出同等的报酬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必须听命我，为我所用。如有违抗者，杀无赦。谨遵沈将军之命。当初留我在寒仙街的是他，后来赶我走的也是他。话说得好听，什么法则，什么界限，最后不还是一走了之？恶灵攻占寒仙街那会儿，他在哪儿？是我守住了寒仙街，是我。伤害灵人怎么样？奴役灵人又能怎么样？这镇魂街从来都是如此弱肉强食。只要我足够强，这条街就是我的，我的。闭嘴吧！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做镇魂将。沈元清，你之前说你亲眼看到我爸在人界逍遥快活，全都是编的，对吧？是我编的，那又怎样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？他这不是逃了，这又是什么？我相信我爸爸消失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你可以恨他，也可以取而代之，但你不可以伤害这里的邻人。曹云斌说的没错，你根本不配做镇魂将。少在这里对我说教。如今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们便。倒是痛快。说吧，夏令，你想让他怎么死？就这么杀了他，有不有点太草率了？草率？夏令，你可别忘了，刚才他可是要害你呢。我没忘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但是你心软了。夏令，你知不知道，如今我们有的选，不是因为他作恶多端你菩萨心肠，而是因为我们赢了。这里是镇魂街，弱肉强食。若是你今天不解决了他，明天他就会继续的祸害寒仙街的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可以不杀掉他，也保护寒仙街？走遍这世间的路，听过诉说心的歌，世界汹涌有苦涩，面对恶意和难测。看过生命的涌动，也见你轻抚的伤口。哎呦，玲玲，你着凉了？爸爸骑快点，争取早点到家。太适合同厄运
没事的，爸爸，这样就好了。要是有什么办法，既可以看到雪花、摸到雪花，还不会着凉，那就好了。爸爸有办法。真的吗？藏起来的梦，在离别时回首。勇敢的自由，你在就没有尽头。时间的温柔，就在心河入梦。你伸出重生的手，我一直在这儿等着。也不会着凉。爸爸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你真的会变魔法吗？爸爸呢是来自于一个神奇的世界，那儿的人呢都会魔法。真的吗？那你可以带我去那个世界玩吗？可以吗？没问题。等咱们家小夏琳长大了，爸爸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。走，咱们回家。爸爸真好。爸，我长大了，你没想到吧？我来到了这个世界，连这里的魔法也学会了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不会无缘无故的弃街而走，我一定会找到事情的答案，再回到这里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沈元清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你不是不让我杀吗？我把他拎隔壁街去了。隔壁街？为什么？这些年他一直想吞并人家，现在没有了守护元神，也是时候让人家跟他算算账了。至于他死不死，要看人家镇魂将愿不愿意饶过他。自己做的错事，自己承担，很合理。行了，别想了，我们把降匣打开看看吧。一会儿回人界的时候吃点东西吧。行，想吃什么？冰淇淋哦，还有就是炸鸡。行。这就是夏将军的女儿。你们这是？去吧。夏琳姐，我是小龙。就是这小子带我去看沈元清奴役邻人，还告诉我你的下落，不然我没那么快来救你的。原来是你在帮我，谢谢啊！不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之前也是夏将军救我在先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何况这次也多亏了有你，才让我们寒仙街摆脱了沈元清的奴役。是啊，多亏了你们。别，大家都别这么客气。我其实也没做什么。本来就是我做的比较多吧。夏琳姐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了，一切都是沈元清在撒谎。夏将军的消失，并不是抛弃了我们。是啊，我不骗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爸爸。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我爸爸当年离开寒仙街，回到人界之后，不到3个月就突然去世了。但我也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。我这次出去，就是要调查出事情的真相。等我查清楚之后，一定会回来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那夏琳姐，等你再回来的时候，会留在寒仙街当镇魂将吗？镇魂将？我？
我怎么可能会做镇魂将呢？我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大家。我的实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但比起实力，镇魂将心地善良，能真心实意的为我们着想，才是我们最看重的。对，没错。可是我当镇魂将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大家也多给夏灵一些时间吧。我已经和隔壁街的镇魂将说过了，这段时间就由他来暂时代管寒仙街。等我们这趟旅途结束，我会亲自送夏灵回来，到时候再给你们答案，可以吗？好，你回来。好，夏灵姐，我们等你。这地图也太炫酷了吧！我第一次见到这种。看来这芦花鼓楼应该是在凌风街附近。凌风街那是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街。要是我们认识像小说里写的那种，走遍镇魂街，什么都知道，就像是包打听或者白晓生那种人就好了。走遍镇魂街？要是有那样的人，不就方便多了吗？你还别说，我们真认识一个。北洛。可是，在雨林街一战中，水儿元神破散。虽然你打败了南狱夫，救下北洛，但他始终怪自己害了女儿。我相信他能挺过去的。你别忘了，他可是曾经的鳞甲军统帅，菩提街镇魂将，传说中的战神北洛师门门司令。我们要对他有点信心。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去哪儿找他？上次雨林街一战之后，他说想要到处去散散心。他说有事的话去雷泉街找他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这么着急吗？先写封言明信吧。路上再发也不迟。收拾东西。